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有血压高、血压不稳定，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一定能够帮助到你，甚至还能够在关键的时候顶上大用场。咱们今天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这套动作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稳定住你的血压。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特别的烦恼，就是这个血压他每天都要吃药，对吧？血压高了要吃药，但是药吃多了以后身体里面有抗性的，他要不停的换药，这个时候是他最大的一个烦恼。所以呢，当你开始做了今天这个动作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越来越稳定，你吃药的这个量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但是我在这里声明一下，咱们的动作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帮助它不能去顶替药物你只能每天去做这个动作，它和你吃药是不冲突的。然后呢，坚持做一段时间以后根据自己身体的反应，再让医生去看给你怎么去安排但是这个动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马上直接把这个动作交给他。最后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是有出处的，是一个退休的一个老医生告诉我的，他呢自己每天都会去做这个动作。好了，我们直接来讲这个动作首先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我们是要找一个点，这个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劳宫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食指一弯点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劳宫，你看点到这里就是劳宫，以它为中心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呢？就是画圆就是去顺时针画一个圆大家注意看我手的方向你看这样去绕画一个圆。那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是怎么做呢？看大拇指去顺时针就这样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按进去以后去推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润滑剂或者有一些乳液可以涂在我们的手掌上，这样做起来的时候这个感觉会更好一些。你看按进去以后绕就这样去推然后呢推到我们的大拇指大鱼际这，然后我们再回到中间点，你看再这样去推就这样如果说我在家里面自己做的时候会怎么样了？就我手是这样放的，然后就反复这样绕着推就可以了两个手都要做到什么时候为好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这个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或者他这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他手掌是什么发硬的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一下，手掌发硬，而且摸起来以后里面明显能感觉到一些阻滞感不通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去按我的方法，以我们的劳宫为中心，然后就这样绕着推绕着推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个手掌开始软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了我们一般来说，如果非要定个量的话，大家可以从里到外算一圈我们去做上一个20圈到30圈左右。这个时候你手掌变软乎了，然后同时握手的时候感觉特别轻松了，这个量就达到了。然后呢，我们开始拍肘窝拍上一个200下。拍的时候也是非常轻巧的，是什么呢？手掌空握就空握，然后拍上，轻轻的拍。你看这个拍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用我们的手腕的力量，看这像鞭子一样的打上去，而不是用我们的整个手臂这样去拍它力量是不同的。我们手腕这样去甩上去的时候呢，它的力量更贯穿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肘窝这边的刺激更好，而且更加省力。我们就这样，速度不用很快，均匀的速度就这样去拍200下做完这个绕圈以后去拍手掌，然后另一个手也一样的绕完以后去拍手就这样就可以了。一套动作做下来以后，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你可以在什么呢做之前先测量一下自己的血压，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开始做完以后大概再休息个2分钟左右然后再去测量一下你的血压，你会发现两个数值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为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去帮助我们活通了我们的一个经络让我们的气血变得更好了。那么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们自己测完以后有结果的，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把结果告诉大家，让更多人能看到，帮助更多的人。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养专栏，以气通络，调衡五脏，延年益寿。咱们上一期讲到了如何去找到自己的气感，很多人反馈都找到了。
但是呢，这个气找出来以后，他不会去用，所以呢就显得非常的着急。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啊，叫做引导气感。这个引导气感，顾名思义，就是让我们的一个气啊，能到其他的方向被感知到。所以呢，它又是我们练习气养的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功。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引导气感。对于长期失眠的人，对于体内内分泌调节不太好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福利。至少我自己身边啊，有几十个人都在练气，他们晚上从来没有失眠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引导气感，再加上一个手势，它就能让我们体内啊经络达到一个畅通的状态，而且呢，睡眠啊会变得越来越好。并且呢，对于头脑啊经常迷迷糊糊的人来说，还能带来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今天我来教大家这个气感是如何引导的，大家一定要看好了。首先，我们先打出一个手势，这个手势啊是一个引气的手势，非常重要啊。我们小拇指先相勾，然后呢，再把我们的无名指啊相勾。你看，小拇指勾住，无名指也要勾住。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啊，把它并在一起啊，把它交叠在一起。那么在交叠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比如说我们是男方，那我们就是这个左手在下啊，然后右手在上交叠。如果是女同志啊，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右手啊在下，左手在上啊，就是这样。那它这个对于我们男女啊，它是不一样的啊。我在这里呢，我是男士，所以我的左手是在下方。然后做好这个手势以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啊，你看并在一起，一定要把我们的大拇指啊并在一起。并在一起以后呢，把这个手啊摆好啊，这个是我正前方的一个样子。那么马上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后面啊，就这样的一个手势啊。摆好了这个手势以后呢，我们用这个指尖指着我们的一个眉头啊，大家看啊，再给大家结一遍啊，小拇指相扣，无名指相扣，两个手折叠啊，然后呢，大拇指最后并在一起，把这个手摆好。用我们的下面这个手啊，就指着我们的一个眉心，把眼睛闭起来啊，就把它指着我们的一个眉心啊。这个手势一旦摆好以后，只要我们前面的气感练得还可以的，只要手势一摆好，指着眉心，马上就会感觉头脑当中啊有一种雾的感觉。这种感觉啊它不好形容，为什么给大家讲是雾的感觉呢？就是它这个感觉是从中间一下子扩散开来，从前面一直到后面。你气感越强的人，他扩散的就越开啊。所以呢，手势摆好，指着我们的一个眉心啊，把它指好，然后开始进行一个什么呢？围着我们眉心的一个印堂啊进行一个画圈啊，就这样。好，我们来配合呼吸啊，来。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个画圈是这样的，你看我画上去的时候是吸，快下来的时候是吐啊，吸，吐啊，这样吸，吐，缓慢而悠长啊。但是所有的前提一定要建立在我指向我的眉心，就要有这种感觉。如果你没有这个气感怎么办？我们首先2个办法。第一个啊，就是把我们第1章节讲的一个气感多练一练。第2个就是做这个动作时候，我们把这个手指指向我们的眉心，闭上眼睛，多绕几圈，你就会有了啊。来，吸，吐，吸。吐，好，我们正常绕上一个1分钟左右，你会慢慢的感觉啊，这个头上面这种感觉是越来越明显，这种感觉就是雾的感觉，从你深层往后面去扩散。然后呢，我们把手势继续结好，绕完了以后，从我们的印堂把这个手你看往上去推到哪里呢？推到我们的发际线，再往上就是这样。就其实它是什么呢？顺着往上推，走一个督脉就这样推到上面，看推到上面，就这样好，来看1，好，停留，2，停留，到顶上停留。而且推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指尖指着哪，
它这个感觉啊就跟着是哪里走。比如说我现在指尖指着我的头顶，它这个感觉就一直在我们的头顶啊打转，然后我手一拿开，它又消失了啊。反复多来几次，一般来说我建议大家30下到50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把我们头上的一个这个百会啊给它打开啊，就往头上指。大家注意看，侧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这样，我们这样去做啊。来，你看，如果配合呼吸的话更好。你看，吸气，推上去，好，吐气，定着不动。再来，吸气，推上去，吐气，定着不动。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手上这个气啊，打开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个气道，让我们的大脑当中的经络啊得到打开。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引导气打开我们头上的一个经络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经典，也是非常好用的。我们只要前期找到了气感，用这个方法就能让你的这个睡眠啊，让你的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调节啊，包括着我们头脑如果经常犯迷糊的人啊，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而且经常练习这个动作，还能增强我们对气的一个感知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那么到这里啊，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养专栏视频，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拥有健康的睡眠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么我们有很多人呢，睡眠质量不达标啊，躺在床上呢入睡困难，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即便睡着了以后，也是在一种潜意识的状态当中游离啊，反复多梦或者夜里总被惊醒。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大伟啊给大家出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法你坚持去做一做，可以很好的帮助你改善这个睡眠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首先啊，我们把这个手啊，睡觉前的时候，我们把手先搓啊，手搓一个100到200下，这个衡量的标准是在搓完以后，这个手心啊要感觉有发热感啊。这个搓完了手以后呢，我们要把手怎么做呢？就是五指啊张开，尽可能把这个手指啊张到最大，保持3秒钟左右放松啊，再来，好，张到最大放松，再来啊，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做5到10次啊，一定要去做啊，保持3秒钟放松。好，把这2个步骤做完了以后，再确保一件事，什么事呢？就确保你的这个被窝是热的啊，你的这个脚也是热的。那么以上都完成了以后 ，OK， 我们找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睡姿，我们躺下来。你平常习惯怎么睡就怎么睡。那这里呢，还是建议大家啊。这个正面朝上啊，就是躺着这样去睡，手自然放在身体旁边。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做呢？我们要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把我们的意念啊，在我们的大脑这里呢，只是大伟给大家进行一个言传了啊，言传，把意念集中在我们的大脑深层啊，你会感觉想象有一个小光点啊，这个光点啊慢慢的变大，这个光点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慢慢变大。然后我们开始运用我们的呼吸，呼吸的口诀是吸一口气，把气吸满，然后在我们的胸腔啊让它停留1秒钟，然后呢再用这个慢慢的把这个气啊给吐出来，缓慢而悠长的吐出来。那么在吐气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去想象你的脑中这个变大的这个小太阳、小光点，它形成了4道线啊，这4道线呢。分别的是流入了我们的2个手掌啊，2个脚底啊，而它们经过的地方啊，肌肉都会放松啊。这个方法啊，其实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催眠啊，但是呢，效果是非常好。只要你能集中注意力去做，你很快就能睡着。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方法它必须要是你的意念和呼吸去结合。比如说，我吸一口气。吸口气的时候，我脑中的小太阳是不动的，还是在这。我吐气的时候，缓慢的吐气，这个小太阳开始行动了，它变成4股啊这种小直线，分别的穿入了我们2个手臂、2个脚底啊，而它经过的地方，你要感觉到所有的肌肉全部放松，最后这个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的手就开始放松。这个意念啊，到我们的脚底，我们的脚底就放松，反复给我们的身体啊进行一个意念的一个刺激，慢慢的你的这个副交感神经啊就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会进入了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睡眠状态啊。
这个方法啊，刚开始做你肯定不适应，为什么呢？因为你很难集中你的意念啊。但是你去坚持那么几次啊，一般一周练习一周，你的这个身体啊放松会非常的快。就是你躺在这儿，只要意念经过的地方，它会快速的放松，然后放松下来，没几个呼吸你就眼睛一睁就第二天早上了啊，就这么神奇。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呢分享给你身边的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或者家人，我希望能帮助到他。那么大家对我这个视频啊点赞评论啊关注，有不懂的下方留言啊，我是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96岁老爷子的养生妙法。这个老爷子啊，我是在公园里面和他认识的。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啊，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后来一聊天才发现，原来他已经96岁了，看起来也不过80多岁的样子。这个老爷子啊，身体啊有点瘦啊，给人感觉啊就特别的精壮，整个人啊肾气很足，说话给人感觉重气也非常足，身体啊是十分的硬朗。但是和他交流聊天才知道，他以前的身体啊是非常的弱，他的血压非常的不好，不稳定，而且常年啊都要吃降压药，并且呢他的脑供血啊是一直啊出现问题，去医院啊做仪器上面的检查，就是显示脑供血不足，整个人身体啊是各种的小毛病小麻烦不断。后来没有办法了啊，就找到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啊给他看，说你这个就是慢性的问题，你想要快速解决很难。这个医生啊教给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梳头方法，说这个方法啊可以打开我们身体上99%的经络啊。怎么打开呢？就是通过头顶这么一点大的地方，你只要按照这个医生的方法啊去梳头，就能让我们的身体经络完全打开。经络一打开，后面的问题啊慢慢就没有了。这个老人啊，他就去试了啊，他每天都坚持了2到3个月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血压平稳下来了。然后他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发现自己的身体啊竟然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壮。而且呢，他现在即便是96岁高龄呢，他的血糖、血压、血脂啊都非常的好，这都多亏于这一套梳头养生长寿的动作。现在呢，我把这套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为这个老人啊点个赞，无私的把这套动作啊分享出来。同时啊，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以后照着视频啊每天去梳头，每天去练，让自己的身体啊越来越好。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来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一把绿檀经络梳。这把梳子啊和普通的梳子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它的齿头啊是非常的大，可以更好的去打开我们头上的经络，并且呢，它的对于我们头部的贴合度啊是非常的好，做起来以后啊非常顺滑。而且这把梳子啊非常的结实和耐用，居家备上一把啊可以说是实用的很。那么现在呢，我来拿这把梳子啊给大家演示。首先，我们第一个动作啊，就是要把我们头上的天门给打开。什么是天门呢？就是指我们的脑门这一块。大家可以看我这一块啊，从中间啊，我们的印堂往上推啊，再加上这个梳子啊，大家看是不是像一个门啊？你看这个形状是不是像个门啊？梳子顺着我们的印堂往上推50到100下啊，你看这个时候推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出这个梳子的好用之处了。啊，因为我无论怎么推啊，它这个梳子推起来都不疼，而且感觉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因为它里面啊是圆润的，所以呢，你能深层的感觉到皮下有一颗一颗像小米粒一样细小的小疙瘩。这些小疙瘩是什么呢？都是我们头上堵着的这个点。但是随着我快速的推啊，这个点慢慢就消散开来了。好了。天门，首先这个门缝啊，先给它推开，推开以后就要把这个天门给刮开啊，我们左右刮，从这个线往左往右各梳上50下，啊，非常的舒服，就这样去梳。你能明显感觉到在梳的过程当中，一些小结节啊，慢慢的就散开来了啊，就是把我们的经络啊逐渐打通的一个过程啊，就这样去梳啊，左右各50下。做完了以后呢，我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把我们的百会给打开。所以第二步啊叫做推百会，由我们的发际线为一个起点，推到哪呢？推到脖子后面的啊这个大椎啊，推到脖子后面的大椎。大家看一下啊，来1、2、3、4、5、6、7、8啊，就这样去推。
推上50下到100下，这个百会这个点啊非常重要啊，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头部经络网的一个终点。这个点啊，只要给它打开了，你会发现它一层一层的结啊，满显就解开了。所以第二步啊，这个推百会非常重要。我们推的时候啊，从侧面看一下啊，脖子啊稍微往下低一点，所以呢，它推的时候推到哪了？推到我们后面的这个大椎啊，一直往后面刮到大椎，就这样来回反复的刮。动作也是非常简单啊，大家记得这2个动作以后，最重要的一个点来了，是哪里呢？就是我们脖子两侧，这两侧啊。你看，我把这个衣服往这边一掀，你能看到这个筋跳出来了吧？看到没有啊？我们要从我们的耳边一直往后刮，把这个筋啊给它刮开啊。你看，1、2、3、4，你看我做的时候，我即便不上油，我的皮肤上面啊没有一点点不适感，而且大家能看出来，我刮的时候很用劲的啊，皮肤上面啊没有任何的一些不适感，不会说你刮的时候很摩擦很疼，你完全不用上油。为什么？这个梳子啊它很圆润很光滑，所以刮起来的时候非常的舒服啊。你看我们啊右侧刮了50下，左侧也一样，从我们耳垂上方这里开始啊，你看这里开始往下1。啊，慢动作2、3、4，往脖子这2根筋啊给它刮开，5、6啊，反复这样去做就可以了啊。你只要按照这个顺序，你就会发现我们头上的每一寸角落啊都完全的打开了，而且呢，你的肩颈的通道啊，气血通道也打开了。这些地方只要一打开，你的脑供血量也足了啊，你的状态也变好了，而且能很好的调节我们自身的一个血压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这一套动作呢，就是这位96岁老人每天必做的一套养生动作，每天耗时5到10分钟，换来的就是身体啊健健康康，越来越强壮。所以呢，这么好的方法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一定要收藏下来，每天打开跟着去练。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有一句话啊，在疼痛界流传的非常的广，叫做疼痛会传染。什么意思呢？这个传染不是传染给别人，而是说这个疼痛啊会在体内啊进行一个蔓延。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比如刚开始啊，早期脖子不舒服啊，但是没有影响到生活啊，所以也没有人重视它。慢慢的从这个脖子不舒服啊，变成了肩颈不舒服，再到后面呢，变成了整个后背不舒服，最后啊到腰部都开始变得不舒服了啊。反之，有些人啊从腰部先开始的，最后啊上升到脖子啊，这是为什么呢？从中医和西医2个角度都有解释。那我们先讲西医的啊，从这个运动解剖学上面来说啊，这个人体啊它会存在一个这个代偿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个人体啊，想象成一个大的零件，当有一个地方罢工了以后啊，其他的零件就会补上啊，所以呢，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了每一块肌肉的张力都变高，每一块筋膜啊都变得非常的紧张。那么从中医角度啊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经络啊堵了。经络堵了，经络不顺畅啊，最后导致了整个后背啊，比如说我们膀胱经啊这一块行走的区域啊，都会变得不舒服，很难受。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种大面积出现的一种疼痛啊、不舒服，我们都必须要通过一种方法来解决，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刺激它。最好的刺激呢，就是靠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就叫做小风车。那么大家来随着镜头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我们首先先做一个实验，就是大家把身体坐直以后，低头。仰头，低头，仰头，你看一下这个低头仰头是不是比较费劲啊？那么做完低头仰头以后呢，咱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把我们的手啊交扣在一起啊，像我这样，然后呢举过头，手掌面朝上啊，把它手臂啊伸直，你看伸直一扣过来以后，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做低头仰头。低头仰头，你会发现啊，明显的会轻松很多。为什么呢？因为通过动作的修正，把你的整个筋骨啊都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肌肉活动啊是最省力的。所以呢，咱们把手啊伸直，手掌朝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呢？去把你的手啊在上面画一个圈啊，你顺时针画一个10圈。画的时候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转动的时候，我们身体啊不要这样去转啊，不要这样去转，我们只需要活动我们的手臂去画圈就可以了。你看1、2、3、4啊，我们做4下，反过来再做4下啊，顺时针、逆时针都要做。好，3、4。
那么如果很多人后背不舒服或者肩颈不舒服的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你的后背的肌肉在来回的牵动，而且会非常的酸，非常舒服。这种酸是很舒服的你去做一个顺时针10下到15下，逆时针10下到15下。做完以后呢，整个人的精神包括体态包括你的肩颈部都会变得非常的放松所以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它适合于比如肩颈经常僵硬的我们后背僵硬的平常感觉后背有些发冷气血不足的人群去做。同时，因为活动这个手举起来以后活动，对于我们的肩膀的锻炼也能起到很好的帮助对于一些比如说冻结肩50肩的人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大伟每天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